Hello， 大家好，我是至尊宝。可口可乐每年的营业额高达了43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一天可口可乐进账1.2个亿美元。经历超过135年的发展，可口可乐集团旗下拥有超过200个品牌，从风味汽水到运动饮料，从咖啡到茶，再从果汁到乳制饮料，它建造出完整的饮料系列。它的产品售卖至全世界，但就除了2个国家，那就是古巴和朝鲜，因为他们都处于美国的长期贸易禁运之下。可口可乐更是股神巴菲特最喜爱的企业之一，他拥有可口可乐 9.25% 的股票，价值256亿美元。这项投资在他的股票组合当中占据了 7.2%， 排名第4。可是，但你真的认为可口可乐只通过售卖糖水就能成为市值2700亿美元的超级公司吗？其实，可口可乐在全球每一年平均花费40亿美元的广告费，也就是说营业额的10%。但他们的策略是从不直接销售你他们的产品，他们卖的是一种理念，是可口可乐能为人们带来更深层的价值还有精神，它代表着欢乐、和谐和团聚。但除了强硬的营销手法，可口可乐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手段呢？这家公司经常被指责暗地里做出了一些很丑陋的事情，像是导致不良疾病、官商勾结、劳力剥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可口可乐跨越1个世纪的惊人历史，探索可口可乐如何诞生，如何使用各种手段拓展全球，和他们面临过最毁灭性的灾难。在1880年代的亚特兰大，多数人开始对医生产生了反感，所以有任何的疾病，他们都会到药房买药给自己治疗。一些聪明的制药商就抓住了这次的商机，开始制作了各种各样的灵丹妙药。可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火的专利药物，叫做维尼玛利亚尼 （Vin Marani）， 里边含有的成分就是葡萄酒精和可卡因。据说只需要每天喝上3杯就能治疗任何的疾病。而当时就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这种饮料，那就是约翰·彭伯顿。他在战场中受了重伤，他的医生都认为他会死去，所以为了减轻他在最后几个小时里面的痛苦，他的医生就在他身上注入了吗啡。可是彭伯顿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然而他却因此染上了严重的吗啡瘾。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 Vin Marani， 当他喝了以后，他就开始对这种饮料上了瘾，因为这个饮料里面的可卡因成分可以帮助他克服他的吗啡瘾。彭伯顿认为这个饮料很有医疗效果，可是就觉得口感还可以更好一些，毕竟自己每一天都在喝，所以他决定研发自己版本的饮料。因为在打仗前，他本身就是一位化学家。就在1886年，他正式推出了含有酒精的彭伯顿健康饮料 French White Coca， 基本上就是 Vin Marani 的山寨版，但它加入了更多不同的成分，当然里面还有酒精成分。是的，这个山寨版的饮料就是现今的可口可乐，彭伯顿就是可口可乐的发明者。其实他确实相信这个产品可以帮助很多人，毕竟他自己都在饮用，所以他打算大量售卖这个饮料。然而他的命运很坎坷，就在开卖的1年后，政府开始实行全国禁酒令，许多州都陆陆续续禁止售卖酒精饮料，所以彭伯顿就被逼从他的饮料中抽取酒精成分，然后转用碳酸水来代替。可是加了这个碳酸水，这些饮料变得非常的苦，所以他再加入了大量的糖水来抵消那个苦味。好了，现在酒精被移除了，他可以继续售卖这个饮料了。可是他需要一个全新的名字，因为这个饮料已经没有了葡萄酒精的成分，不能再用 French White Coca 这个名字。彭伯顿的伙伴弗兰克·罗宾逊就提出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Coca-Cola 可口可乐，一个即将火遍全球的名字。但他们都表示这个名字其实没有任何的意思，单纯只是因为好听。可是很明显，这个名字是由饮料里的2个主要成分而形成的，可乐果和古柯叶。可乐果里含有咖啡因，而古柯叶里就含有可卡因。从古至今，大家都在质疑可口可乐里有没有可卡因的成分，其实从它的名字本身就能给出答案了。不过其实当时的年代来讲，根本就没人会担心饮料里有没有可卡因的成分，他们只是在意有没有酒精成分而已。所以现在酒精被移除了，可口可乐又可以继续在市场售卖。可是当时市场对可口可乐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可口可乐产品定位的问题。因为彭伯顿当时是以医学药物的这个角度来向大众推销可口可乐。早期的可口可乐广告将其描述为一种神奇的脑力滋补剂，可以快速缓解头痛还有胃部不适，是一个妥妥的药物饮料。而且市面上有太多大同小异的这些饮料了，所以可口可乐当时并没有脱颖而出。据说第一年可口可乐只卖出了25瓶。与此同时，彭伯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需要依赖麻醉毒品。就在可口可乐问世的2年后，1888年，约翰·彭伯顿去世了。悲剧的是，在他临去世之前，他完全不知道他发明的这个饮料将会成为全球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就在彭伯顿去世之前，他以$2300的价格将公司卖给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阿萨·坎德勒。可是那时候可口可乐依然还不是很受欢迎，所以坎德勒开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广告。他把可口可乐的横幅、广告牌、告示牌铺天盖地的贴满整个市镇。基本上他将可口可乐的标志贴在任何人都能找到的地方，以至于所有人到处都能看到可口可乐这个标志。这完全达到了无处不在的效果，可是销量结果还是非常的低。经过多番的思考，坎德勒终于发现可口可乐宣传为药物饮料的这个策略是错误的。他决定将可口可乐产品的定位转换为一种可口清爽的饮料，受众群为普罗大众，让任何人都可以饮用，不再只限制于对药物有需求的群体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可口可乐和专利药物的行业分开出来。通过这次的定位转换，加上大规模的营销策略，可口可乐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销售量迅速增长。所以坎德勒不断地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广告，并开始支付电影明星和运动员来代言可口可乐。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人们的心目中创造出一种积极健康的形象，让人们对这种饮料产生欢乐正面的感觉。所以说，虽然是彭伯顿发明了可口可乐，可是坎德勒把可口可乐这个品牌发扬光大的，所以普遍上我们都认为坎德勒是可口可乐集团的创办人。这个故事和麦当劳一样，麦当劳的创办人并不是麦当劳的发明人。想听麦当劳故事的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为了节省制作和运输成本，可口可乐在那个年代其实只是以糖浆的方式销售可口可乐。他们只需要分发糖浆给零售商，然后再由零售商混合指定分量的碳酸水卖给顾客。可是有一天，有2个律师，名叫本杰明和约瑟夫，向坎德勒提出了一个想法，他们想要将可口可乐瓶装化。可是坎德勒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因为其实瓶装化可口可乐需要很高昂的制作费用，而且制作流程非常的复杂。可是本杰明和约瑟夫表示他们愿意承担所有的费用和风险，所以坎德勒就同意了，并和他们签署了一份合约，仅以$1名义的费用授权于他们可以将可口可乐瓶装化。可是坎德勒万万没有想到，瓶装可口可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都非常喜欢瓶装的可口可乐。起初，这对可口可乐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瓶装商会从他那里购买大量的糖浆，而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可是这隐藏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坎德勒当初并不相信瓶装可口可乐这个想法会成功，所以在和他们签署这个合约的时候几乎没有考虑太多。坎德勒跟瓶装商签署的是一个不设期限的一个合约，并且必须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糖浆给瓶装商，合约期限内不可涨价。所以就是说，瓶装商永远可以以一个极低的成本价来跟坎德勒购买糖浆。这导致可口可乐总公司与瓶装商之间发生了很多年的诉讼案。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可口可乐公司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以回购当初坎德勒仅以$1售出的瓶装权益。当时可口可乐的销售量一直破新高，每一年都快速增长，产品迈向全世界。当然，这并不是只是因为产品本身而已，因为市面上确实还有很多非常类似的饮料，而可口可乐海量的营销模式可以说是令它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可是其实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挖深可口可乐的历史，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原因。1939年二战爆发后，政府就宣布对白糖进行配给制度，限制每一个企业白糖的使用量。然而，可口可乐却大胆地声称他们应该被豁免这个制度，争论地说可口可乐其实是一种战争时的必需品。更荒谬的是，政府竟然同意了这项建议。这主要是因为可口可乐背地里动用了大量的资金来游说政府这方面的这个决定。可口可乐当时还资助了无数的研究组织，并试图利用研究报告来说服政府可口可乐的好处。他们大胆地声称可口可乐可以提高士气，为士兵提供能量。最终，美国政府同意委任一位可口可乐的高管加入白糖配给的委员会。所以当时委员会就顺理成章地豁免了可口可乐白糖的配给，而其他公司则必须在战争期间遵守规则，减少白糖的使用量。不仅如此，可口可乐还布了一个更大的局。可口可乐的总裁公开承诺，我们将确保每一个士兵在任何的地方都能以$5的价格购买一瓶可口可乐。我们公司愿意承担所有的成本。通过这样低廉的价格销售，其实可口可乐每卖出一瓶饮料都会亏损。然而，这证明了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这一举动将改变可口可乐未来的世界格局。首先，可口可乐在公众眼中，尤其是士兵，创造了可口可乐和战争之间的强烈关系，完美打造了一个爱国爱民的企业形象。这帮助可口可乐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获得了巨大的公众支持和喜爱。可口可乐抓住了这一个黄金机会，趁着这一股热血氛围，推出了一系列的爱国广告。他们在广告中不断地展示士兵们手上拿着可口可乐，热血地喝起来。敏锐的可口可乐还趁铁打热，背地里和政府达成了多项协议，获得了政府大量的资金，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可口可乐的瓶装厂。他们声称这将扩大美国的影响力，提高士兵的士气。但实际上，这种种举动代表着可口可乐在动用着纳税人的资金，帮助自己在战争期间非常紧张的一个环境下，迅速进行国际扩张。就在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战争期间，一共有64家可口可乐的瓶装厂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顺利地建立起来。而当然，这大部分的资金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据说，在那战争期间，可口可乐瓶装厂的技术人员的地位是和修理坦克车的技术人员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美国士兵才可以在世界各地享用着可口可乐。而对于士兵而言，在战争期间，他们还能感受到一丝丝家乡的味道，是非常的感动的。他们非常感激可口可乐，并成为了最大的推崇者。美国军方基本上都成为了可口可乐一股强大的销售力量，他们都成为了免费的推销员，在他们的所到之处，都会以当地人介绍和分享可口可乐。美国军方完美地帮助了一个私人企业扩展和渗透到更多的国家。其实，战争的动荡对大多数企业和人民来讲，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许多企业面临倒闭，导致许多家人失去收入，妻离子散。但是相反的，可口可乐不止没有面临了任何困境，反而扩张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快，产品迅速布满全球，销售业绩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可口可乐在战争期间布的局，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可口可乐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这些手段虽然很有争议性，站在道德角度上确实不被认同，可是以生意层面上来讲，可口可乐是完全没有错的。当然，可口可乐还有更多更强烈的商业手段。可口可乐在很多报道中声称，他们最大的秘密其实就是可口可乐的制作秘方。它被收藏在一个高度守卫的一个保险库中，让大众对它感到非常的神秘。其实这个秘方并不是那么的神秘，它甚至可以在维基百科上就能轻易的找到。说实话，你绝对可以制作出类似的产品，但你永远无法和他们竞争，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不平等优势，他们甚至会从学校下手。可口可乐当时就与多家的学校签订合约，每一年会向学校支付大概$3000，
以换取学校的独家销售权。在校内只可以售卖可口可乐旗下的产品。由于当时很多学校的资金不足，迫切需要资金，所以他们都会向孩子们推销可口可乐产品。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就沦落为学校的赚钱工具。可口可乐还推出了无数的玩具收藏品，比如说芭比娃娃、扑克牌、棋盘游戏、送货卡车等等。但他们都声称这些玩具都只是针对成年人而已的。他们甚至会在圣诞节的广告中频繁地出现圣诞老人，而他手中总是会拿着一瓶可口可乐。而这一举动无形中就在年轻的孩子们心中建立了可口可乐和圣诞节欢乐的联系。在1982年，可口可乐甚至以7.5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影业，其策略就是将可口可乐广告植入在他们的电影中。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让他们可以轻易的规避针对儿童的广告规定，而这方法也被证实了非常的有效果。可口可乐还研究出让人们成为可口可乐的终身顾客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消费者最年幼的年龄时就让他们开始喝可口可乐。这个方法的渗透力比起他们成年后来的更有效果，因为在年幼的年龄，他们最容易受影响，也最容易对某种东西上瘾，形成依赖。尽管后来可口可乐以天价34亿美元售出了这家电影公司给日本的索尼集团，可口可乐依然继续会向其他电影公司支付广告费来植入他们的广告。然而讽刺的是，可口可乐还遭受了一些其他更严重的批评，而这些都与道德或法律都无关，而是自刮坟墓的情况。是的，就是他们改变了可口可乐原有的口味，而这一举动让他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伤痛。可口可乐公司曾经有多次机会可以购买百事可乐的业务，包括在1933年仅以5万美元的这个价格购买整个百事可乐。可是可口可乐都拒绝了这一些机会，还试图起诉百事可乐，指责他们在广告中使用可乐这一词。然而这导致了百事可乐的反诉，指控可口可乐使用反竞争策略来建立垄断地位。法院认同了这一观点，并裁定可乐只是一个普通名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就因为可口可乐错过了收购百事可乐的机会，他最终必须这个对手百事可乐上演了一段漫长的商业战争。Okay, now I'm going to pick this up and tell me which one you chose. Pepsi. 在1975年，百事可乐推出了百事可乐挑战，他们给人们提供了2个杯子，一个杯子装有百事可乐，另一个杯子装有可口可乐，然后就对他们进行盲测。而测试结果显示，更多人更喜欢百事可乐。他们就利用这个数据结果，在全美各地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想借此机会打败可口可乐。当然，可口可乐极力否认和质疑这一结果。可是市场数据显示，可口可乐逐渐失去市场份额。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价格促销，但每一年的市场份额依然下降，而百事可乐的份额明显增加。这次百事可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可口可乐的高层们似乎相信百事可乐挑战的结果，开始质疑自家的口味，于是他们决定改变可口可乐的秘方，以迎合大众的口味。 The best soft drink, Coca-Cola, is now going to be even better. Simply stated, we have a new formula for Coke. 就在可口可乐10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他们无预警地宣布改良可口可乐的配方，推出新产品新可口可乐，而取代原有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并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会推进集团更远的发展。可是他们毫无预料到，市场出现了非常大的反弹，他们将面临历史性的灾难，这比可口可乐过往面临过的任何挑战都还棘手。可口可乐的办公室每一天都会收到成千上万个的电话和信件，他们强烈要求恢复原版的可口可乐口味。各大媒体也火上加油，大肆报道人民的愤怒和抗拒。当新可口可乐的广告在体育场的巨型屏幕上播放时，人们大声的嘘声。当时抵制新可口可乐成为了一种流行，这情况已经到达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可口可乐成功从来都不是因为它的口味，而是因为他们的营销手段。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全世界的人都将可口可乐视为老朋友，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100多年来，无论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可口可乐都依然存在，从未改变。它是一个精神的存在，改变原有的口味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背叛。几个月后，抗议声并没有消退的现象，所以公司就决定恢复原有的配方。他们承认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果然，当原版可口可乐推出后，所有的愤怒都变成了欢腾和赞美。公司收到的所有的信件和电话都充满了敬爱，销售量也获得了反弹，大幅增加。商业周刊将整件事情称为10年来最失败的一个商业决定。但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分析员认为，公司整个事件都是为了宣传，其实是要提醒顾客可口可乐对他们的重要性。我认为，如果这整个戏法真的是计划好的，那这真的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营销策略。可口可乐在人们心中塑造了如此强大的形象，以至于它超越了所有的对手。可口可乐的营销理念是：关键不在于你的产品是什么，而是你的顾客认为你的产品是什么，它代表着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可口可乐愿意每一年继续花40亿美元进行广告宣传的原因。即使全球已经有94%的人口已经认识可口可乐的标志。当然，可口可乐经历了137年，面临着种种的挑战，从最初的定位转换、瓶装权益诉讼、2战中的全球扩张、新口味替代风波，还有更多的争议、丑闻等等，但都屹立不倒。只能说，就是这种种经历，才造就了现在如此强大的商业帝国。人生也一样，一定会面临大大小小的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继续往前冲，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我先去喝一瓶可乐先，我们下个影片见。喜欢这期内容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和分享，我们下个星期准时见，拜。